家里的猫猫狗狗如果出现跟平常很不一样的行为，该怎么办呢？应该多一点心，带它出门散步，还是直接问它本人看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宠物沟通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有没有想过，家里的主子到底比较喜欢自己，还是另外一个奴才呢？为了回答这个世纪难题 ，YouTuber 志明与狸猫曾经带着家里的主子黄阿玛去找宠物沟通师，并借由沟通师协助，顺利获得了答案。那不只是他们，在社群和影音平台上，有越来越多的饲主会分享宠物沟通的经验，像是好味小姐啊、艺人小 S 等等。但另外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觉得宠物沟通根本就是诈骗，一点也不科学。那到底宠物沟通的原理是什么？科学真的能够解释宠物沟通吗？如果想要宠物沟通，又该怎么找沟通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否跟我一样有减重复胖的惨痛经验呢？先别气馁啊！我和减重名医宋叶人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会带你根据体质避开复胖地雷，让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你，不再因为三餐外食、没空运动等等原因，让体重回到原点。课程首先会带你掌握外食判断指南，一眼就能够根据食材类型与烹调方法来找到好吃、便利又能够瘦的日常外食。此外，如果想要杜绝复胖，那就一定要认识影响减重成效最关键的荷尔蒙体质。根据体质调整作息与饮食来减重，就不用勉强自己疯狂运动、节食挨饿，更不用担心一旦松懈就迅速的膨胀复胖。这套让我4个月减下14公斤的外食减重学，限时早鸟贩售5折起，机省2550元。输入我的优惠码还能够再折200元。想要战胜复胖、成功减重的朋友们，赶快点击资讯栏来看看吧。宠物沟通跟我们平常熟悉的沟通有些不太一样哦。人与人之间通常是透过语言、文字、手势去理解彼此的意思。宠物通心术的作者威廉斯认为宠物沟通是用精神去向动物传递或接收思想、图像或感情。人们可以借此理解宠物的想法，增进彼此的关系或改善行为问题。那关于宠物沟通的起源并没有明确的定论。不过在很多历史故事当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动物沟通者的踪迹。比如在春秋时期，据说孔子的女婿公冶长就能够听懂动物说话。根据《论事》的记载公冶长呢某天遇到了一桩失踪悬案，因为他听到路过的小鸟说失踪的人已经死亡，所以他就像柯南一样直接宣布破案，结果却被误认为是杀人犯后来他转述各种麻雀、猪和燕子说的话，才证明自己的清白。另外在西方也有不少动物沟通的故事，像是天主教的圣人方济各，听说曾经在讲道时叫树上的燕子不要吵，甚至还会指挥鸟群唱歌来赞美上帝。不过古时候的故事听起来似乎都是直接跟动物讲话，但现在动物沟通的方式其实不太一样。目前比较常见的宠物沟通方式主要分为直接沟通跟间接沟通，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需不需要透过灵体协助沟通。所谓的直接沟通就是不用借助灵体的力量，直接透过第六感去感知动物传递进人类大脑的影像、声音、气味、情绪或触觉。沟通师会有各自擅长或习惯接收到资讯的方式，有些人较常看到影像，有些人呢可能容易听到声音。有的沟通师呢会担任类似翻译员的角色，去问出宠物的想法或感受，也就是所谓的问答式沟通。而有的沟通师呢则是扮演辅导者的角色，同时和宠物还有饲主进行会谈式沟通。而间接沟通呢是指说沟通师会需要一些器材的帮助才能够接收到讯息，比如说呢沟通师可以透过抽取塔罗牌去确认动物当下的想法或想要做到的事情，又或者是用灵摆呢搭配适当的图表，通过这个灵摆摆动的方向去找出是否等等答案或讯息。形式上呢跟呼请碟仙会有一点点的类似，而每个沟通师采取的方式步骤不会完全一样。有些沟通师习惯现场沟通，而有些呢可以透过看宠物照片远距沟通。那当然也有沟通师呢会使用组合技同时采用直接跟间接沟通，或是有的沟通师呢会在直接沟通时搭配其他像是动物行为学的知识，协助理解动物传递的讯息。不过想要跟宠物沟通，一定要拜托沟通师吗？难道我们不能自己来沟通吗？其实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是宠物沟通师。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动物沟通师们踏入这个领域的契机以及学习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大部分都会提到跟动物沟通的能力呢是人类与生俱来的。
只要多加练习，每个人都可以办到。目前在台湾可以找到较为完整的系统呢，是由台湾动物沟通中心在东海大学还有文化大学进修部所开设的课程。根据他们提供的资料，想要练习宠物沟通呢，可以从直觉力训练或是静心训练开始，等到上手之后，还有空椅法牌卡辅助法等等的练习方式。那么把详细的资讯放在资讯栏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看完影片再找来看看。那很多人就好奇，既然每个人都可以跟宠物沟通的话，这个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关于宠物沟通的原理不同的派别有不一样的解释，像是被称为动物传心之母的阿尔克蒂就倾向用灵性派的角度来解释。他认为每一个人的潜意识当中都有所谓的超感知觉，可以让我们产生超自然感受，运用在动物沟通上。而动物传心学院的创办人呢，尝试用科学来解释动物沟通的原理。他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跟动物沟通与量子息息相关，而所谓的动物沟通，其实就是一串微小粒子远距离影响另外一端的粒子，或是跟它缠结连接。也就是说，当我们和动物的粒子透过量子原理互相影响时，便能够达到沟通的效果。而另外，台湾知名的动物沟通师 Leslie 呢，也在他自己的著作当中分享过一些解释的方向。第一个说法呢，偏向脑电波理论，也就是说，脑电波可以接受或者发散讯息，而动物沟通其实就是一种透过脑电波来传递资讯。另外一种解释呢，是我们大脑里面的松果体可以分泌褪黑激素。他认为这个褪黑激素的成分有点类似迷幻剂，让我们进入潜意识，拥有跟宠物沟通的能力。那目前看来，宠物沟通的原理似乎还没有一个定论，所以也有很多人质疑，如果原理都不确定的话，我们要怎么样知道沟通师到底是不是唬烂的呢？首先有沟通师就提醒宠物沟通应该要以互相信任为前提。如果饲主一开始就对宠物沟通心存疑虑，可能不适合选择这项服务。再来，饲主如果是想要寻找品质良好的宠物沟通师，会建议在沟通或接洽初期问一些能够客观验证的问题，像是问家里面几个人、几个宠物、最常吃什么食物等等，饲主可以用来判断沟通师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提供服务。不过有人认为即使饲主觉得超准，还是不能够代表宠物沟通真的有用。因为宠物沟通的成功与失败偏向自由行政，而且沟通师可能会用冷读的技巧去试探饲主，从饲主的肢体语言衣着、发型、性别等等资讯来分析饲主。一旦收到正向回馈就会往下深入，猜错时呢迅速转移话题。然后饲主也可能出于巴纳姆效应，听到一些模糊放诸四海皆准叙述，就以为是为自己量身打造，觉得沟通师很厉害。再加上很多沟通师都说，你如果不信就不要来，等于是在前期呢就已经先将饲主筛选过一轮了。有些人就觉得，在这些机制的作用之下呢，饲主会觉得宠物沟通很赞很厉害，很可能只是被沟通师误导而已。那说了这么多，有些人就好奇，现在科技这么进步，我们难道没有办法用科学来验证宠物沟通吗？现在已经有不少人试着用科学的方式验证宠物沟通的原理，但以结果来看，似乎都没有什么科学根据。首先是量子科学其实这个理论呢是在描述电子在观测上面的随机性状态，跟沟通的关系并没有很大。再来是脑电波理论，目前我们只能够用仪器去测量和记录脑波，还没有透过无线传输相互沟通的成功案例。然后松果体分泌的褪黑激素主要的功能呢是调节生理时钟，目前还没有发现它跟心电感应有关证据。不过关于潜意识呢，是目前很多脑科学还有心理学的专家正在努力了解领域，未来如果有相关的研究，可能会有突破的发展也说不定我们会做这个主题是因为看到网络上面有很多人分享宠物沟通的经验，那整个过程呢说有多神奇就有多神奇，让我们非常好奇宠物沟通原理到底是什么，人是要怎么样跟动物讲话。那研究之后我们发现以目前的科学进展来说，宠物沟通基本上没有实证的科学基础可以去支撑它，所以如果宠物不对劲，最好呢是带去看兽医，确认有没有身体的病痛，或是透过动物行为兽医师的协助来找到问题。他们是不是就能因此说宠物沟通师通通都是诈骗呢？似乎也不能够这么的果断。对于一些饲主来说，之所以会去找宠物沟通师，可能是穷尽一切办法的希望。比方说我们在找资料的过程当中，就看到有饲主因为宠物走失心急如焚，或是面对宠物的重症，饲主的内心非常无助，希望透过宠物沟通师了解宠物的想法，评估要再多努力还是好好的说再见。那尽管宠物沟通缺乏科学证据这些饲主从中获得的满足跟慰藉，我们也很难去否认。不过也有人会质疑这样说来宠物沟通呢应该改名叫做饲主沟通，因为主要是在解决饲主的情感需求，跟宠物的想法根本无关。但有人认为呢，虽然是要解决饲主的
情感需求没有错，但是这样服务的核心还是想要促进饲主跟宠物之间的互动跟理解，所以把宠物当成主角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那到最后，两边支持者呢就会因为找不到共识而僵持不下。那我们是觉得，虽然目前暂时没有办法用科学证实宠物沟通，但如果有更多的人投入相关的研究，未来有一天可能也会有动物翻译机啦、动物脑波分析器问世，那到时候大家或许就能够更了解身边组织在想些什么了吧。好的，那我们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是如何看待宠物沟通的呢？我相信有宠物沟通的存在这是科学无法解释的领域。B 完全不信这就是骗钱的把戏，自己理性上不信但如果有天需要，还是会想要试试看吧。听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宠物沟通。此外呢，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宠物咖啡厅以及宠物弃养。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